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奇沃克斯米哥，欢迎来到我这一期视频。自从上一次拿到三星的 S7 Edge， 当然是 Edge， 使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一次呢，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三星、苹果怎么选，我很纠结。那么为什么会如此纠结呢？ OK， 不需要吐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三星这款手机米哥的个人使用感受。首先我们从外观说起。其实对于我来说，说一句真心话，我觉得在去年 S6 Edge 出现之后呢，我是有想买的冲动的。可是当时由于手头的 iPhone 6 Plus 一直没有动手，因为我一直觉得它的外观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尤其是这块屏幕是可以看透的。不信的话，我们从侧面看一下。是的，你没有看错，你是可以看穿它的，可以从侧面的曲面部分呢，可以看透。这样我们再来一次，我们打开这个屏幕，然后可以看到现在是晶莹透彻的一种感觉。对，屏幕真的是太漂亮了。其次它的背面呢，就有一个三星字样，还有一个摄像头。对于外形粗俗一点的说法，就是一句话总结： 2.5D 玻璃双曲面设计，边缘滑润。其实米哥最期待的就是这颗摄像头在后期我们有对应的评测部分。打开这个手机之后呢，真的对于屏幕来说，相对于上一代变化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采用了更大的 5.5 寸的 QHD Super AMOLED 荧屏。当然了我们可以看看侧面，拿在手上的感觉艺术品。底部搭载了 3.5 毫米的耳机接口，还有 USB 的一个插口，以及麦克风，还有 speaker 声音输出。侧面它的右面呢，其实就一个锁屏键，顶部呢就是卡槽，当然可以搭那个 SIM 卡，还有 SD 卡。然后机身的左面音量上下键。接下来我们换在阳光下看一看。这款手机是否别致，大家说了算。从现在开始，你们静静地欣赏一下它的外观吧。我觉得一部手机，当你购买之后，通过简单的设置呢，你能够使用的一些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三星 S7 Edge 这款手机它自带的一些软体，就是相当于默认的一些软体。但是呢，不同的国家上市的版本不太一样。这里给大家展示的是北美版，看一下它究竟能够自带多少功能。Let's go。 OK， 打开机器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此时下面有一个电话、互联网信息，还有应用程序，这是一个默认的载体。然后我们打开应用程序，除了这个 Facebook 之外呢，其余程序是我在设置好之后它就出现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左上角排列的这个呢是 Fido， 是一个移动运营商，这个无所谓。如果你们是联通，会是联通的；移动会是移动，或者如果是其他一些国家，它会有自己定制的一个就是移动商的一个应用。它的旁边呢是三星的一个专属的一个软件应用。我们看一下，它有一个我的文件、三星 Gear，比如说你的手表就是三星的手表，还有其他一些设备的连接的一个软件，还有录音机、电子邮件、
当然它有自己的浏览器，还有一个健康我们现在就非常关注健康 OK。还有个 iVoice， 有点像 Siri 那种，就是用语音来处理一些任务的一个软体。当然还有它自己的应用商店，里边的很多那个软件呢都是三星自家开发的。旁边呢有一个谷歌，如果我们有可能使用到谷歌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如果是中国大陆的话，可能会有点悲剧现在，但无所谓，我们就是看一下，里面有个 Google、Chrome、Gmail， 还有它的谷歌地图，还有就是全球很流行的一个视频网站 YouTube， 还有它赠送了一个云端的一个硬盘，就像苹果的 iCloud。当然它有自己的电影的一个软体，在上面可以购买电影、下载电影，还有它的一个像 WeChat 一项，就是像国内那个微信一样的一个聊天软件。然后最后呢，它有一个它自己的相册这个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是相当不错的。同时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社交软件，这边是一个 Instagram， 还有 WhatsApp，这两个也是默认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两个默认的很奇怪。这边还有一个盖乐式空间，是一个本身手机一个品牌的一个专用的这款手机Galaxy 手机专用的一个软体。当然还有谷歌商店叫 Play 商店。然后这边呢很奇怪的是也是很奇怪，它赠送了微软的基本上最基本的一个办公软件 Word、Excel、PowerPoint， 还有 OneNote。OneNote 大家知道在 Surface Book 上呢也经常会使用。同样它也有自己的云存储空间，还有 Skype， 这些呢都是比较常用的。电话、信息、相机呢也是非常常用的。相册、时钟、联系人、设置、日历、计算器、Play 音乐备忘录，这些呢是它基本的一些东西。大家看了之后应该有一个简单的概念，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多的。这边呢是我后来安装的，无所谓了。接下来我们谈论一下，可能有些人关注，可能有些人不关注，其实我都不是很关注的一个性能。有没有搞错？性能我不关注，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现在是2016年，如果再说几年前刚推出的智能手机速度有时候慢如牛的话，现在几乎所有的性能呢已经基本上达到一个饱和状态了。那什么叫饱和状态？就是说你很可能用不到100%的性能，你这辈子可能用50%。性能现在其实在2016年之后，或者2015年开始，性能在所有智能手机当中已经不是一个评测的重点了。其实每次米哥去买手机，如果特别想买的话，只考虑2个因素。第一个说它能给我带来什么，第二个它值不值这个钱。不知道大家怎么考虑，但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比较直观的三星 S7 Edge 这个性能具体如何，所以我拿那个 iPhone 6s 对比一下简单的速度。但是这里对比的速度不是重点，因为速度有可能因为各种不同原因呢，有时快时慢，也有可能这款手机用了很久之后它就变慢了，也有可能不会变慢。所以接下来的演示呢，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而已，大家不必把它当做非常重要的部分。Let's go。 好了，在我面前是2款手机，一台是 iPhone 6s， 一台是 S7 Edge， 它们是2款最近市场上经常对比的2款手机，也就是竞争最厉害的，所以拿它们来做对比。首先我们看一下，没有其他任务，有一个先把它关掉，就是说后台呢是 OK 的，什么都没有运行，只对比一个游戏的启动，还有一个网页打开的速度，是因为它们的配置不一样，它们的软件系统不一样，它们的软件内核也不一样，所以如果单纯的对比的话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也要看一些概念。首先我们对比一下他们打开这个网站的速度，我们同时打开这个苹果吧，这样 OK， 先试一下，不要说不公平。3，他们的所处的网络环境是一样的，我们同时点击看谁先打开。3、2、1，走。iPhone 6s 快一些，当然说不公平，因为这是苹果的网站，那我们试试三星的网站试试看。接下来我们同时打开三星的这个官网，看一下谁先打开。3、2、1，走。
可以看到 iPhone 6s 还是稍微快一点点。其次呢是三星，两款网站呢是比较类似的。接下来我们打开中国的网站，比如说优酷。好，我们找到了优酷，3、2、1，走起。结果好奇怪，还是苹果的稍微快一点，为什么呢？至于我也不清楚。好了，这个网页演示呢，就到现在为止。我们推回到桌面，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植物大战僵尸2》，走起，3、2、1，几乎是同时按下去的，虽然有一点偏差。可以看到呢 ，iPhone 6s 稍微快那么一点点，几乎是相同时间。3、2、1。OK， 大家知道 iPhone 6s 呢要比它晚5、6个月推出的产品还要快一点。大家知道这个软件优化真的是差别是蛮大的。最后我们就再测试一个吧，比如说这个赛车。3、2、1。看看谁先启动就好。这个大概性能方面呢，我们应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iPhone 6s 要比它快一些，但是呢 S7 Edge 呢是有一个独特的一个系统。比如说，每当我们启动一个游戏的时候，它左下角呢会弹出一个游戏控制台，上面有一个游戏中关闭提醒，锁定最近键和返回键，也是锁定这两个键，这两个键是非常实用的。然后呢，一个最小化游戏，可以把它放成一个缩小到只有一个气泡一样的东西，可以看到它是可以随意的移动的。这个方法就有点像多任务了。如果你有什么事儿，我说先不玩游戏，先把它放在一个特别小的地方，这个很棒，真的这个功能很棒。我们再点击一下，又回到了游戏。其次，米哥最喜欢的它一个游戏功能是游戏视频录制，这要比花一些其他软件来的好得多。比如说我们点击一下录制，此时就开始录制了，然后我们就随意来一个这个车这个操作，比如说点下一辆，然后随便解锁一辆车，然后 OK， 我也不知道怎么玩这个游戏，无所谓。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左下角这个图标，这时候呢它就停止录制了。我们在相册中呢就可以查看这个录制视频，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刚才录制的游戏视频。这个游戏功能非常非常的棒 ，Good job！ 有些人非常好奇三星的这个防水功能。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当这款手机放在水里的时候是应该不可以使用的。但是我非常好奇的一点是，它能否在水下摄像和拍照？那摄像是我们这一次体验的重点，因为这是我唯一感兴趣的。因为在其他任何时间，你把手机掉在水里都是一个不太好的行为。谁会没事往海水里扔呢？谁会游泳的时候带手机下水呢？不会。即使你手机湿掉可以用，但是你可能会丢掉这个手机。让我们来体验一下吧。
中拿出来之后，它还是潮湿的。刚才测试了下在水中能不能摄像啊，其实呢能也不能。为什么说能？能是因为它在水中呢是可以持续几秒钟拍到你水中的样子的。第二呢，是因为它在水中啊，可能就是这个触屏会混乱，然后它很可能就自己点掉了这个回退键，或者点掉了这个返回键，或者点掉了这个任务键，所以它总会几秒钟之后就暂停了。但是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也许能多录一点。所以每次当我们这个手机呢，像我们故意弄湿它之后呢，我们要做一件事非常非常重要，大家记住，当你的手机泡了水之后，第一件事一定要拿布擦干净。因为不擦干净的话，然后你的指纹是无法解锁的，但擦干净之后就 OK 了。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一个我不太喜欢三星 Edge 的一个点。有首歌说得好，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就是说它的曲面屏幕真的看起来非常绚丽，有时候也非常的实用。但是实用之余呢，它有时候给你带来不便之处，比如说因为它是曲面的，屏占比太高了，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在我们平时操作的时候误操作经常发生。比如说米哥有时候在照相的时候，当点开照相的时候，刚点击开录像，我手这么一抓或者这么一拿，它是说已经停止了。有时候可能你在录像过程中你可能不知道它已经停止，其实它已经停止了，因为你不小心触到了这个按键。我们再试一下，比如说我现在点击录像，看到没有，我突然手抓到了这里，突然手抓到这里，然后它就会退回这个界面。一般退回这个界面呢，它就已经停止录像了。我们再试一下，录像现在开始了，然后我不小心碰了这儿，因为我抓的时候不小心，然后你以为还在录像，其实它已经停止了。说真的很可能发生吗？真的很可能发生，发生过太多次。因为它是曲面屏，因为太薄了，真的屏占比如此低你很难不遇到这种误触的情况。这个也许是三星，你看又不小心又误触了一下，我根本没想退回，但是它已经退回了。也许需要大家一定时间去适应怎么不会按到不想按的地方。但是因为米哥用这个大概也就5、6天、7、8天，可能没有这个资质跟大家说这个，但是这确实是我在使用当中呢发生了一个小问题，所以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其他方面其实都很满意，就是这个误触功能太夸张了。有时候经常一些就三星手机转到苹果手机之后，它的用处终于不会误触了。然后还有一些老用户说还是依旧会很容易碰到这两个按键。当然了，可以通过一些软件的方法把它禁用，但禁用的话它就不是三星了以上呢就说了它一个小小的在使用当中一个不便之处。有人问到三星 S7 Edge 的这个续航量怎么说，其实这里我不想多费口舌，就一句话，它是我用过续航量最长的手机，没有之一，就它。因为在之前记得有一天上午去拿去做体验的时候，一上午拍了大概有 N 长时间的那个 4K 视频，结果用电量只有10%几，10%几啊！又换作如果是 iPhone 6 Plus 的话，大概已经消耗电30%了，它只用了10%几。一个是因为它有一个特别大容量3800毫安的容量，第二个是它有快充技术，快充究竟有多快？大概2个小时之内可以从0到满，其实真的非常快。三星 S7 Edge 续航量真的很棒，非常客观，也很主观，很棒。米哥今天特别来到了户外，穿着这个非常单件的衣服，就为了测试这款手机的摄像头功能。接下来我将会用这款手机呢，在这附近拍一点美景，包括视频、图像，然后呢跟大家欣赏一下这个美丽的城市。好，我们出发。
Hello， 大家好，现在我用的是这个前置摄像头拍的一个，应该是1080P 的这个图像。大家不知道看这个就是画面怎么样，但是我是在一边走一边拍，就是声音会有点低，画面会有点抖，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是不错的。现在我爬到很高的地方，可以看到，比较危险，所以可能会下去。然后旁边有好多老外的，手，我的手好痛啊！这一。刚才在拍摄当中，我突然间发现这个手机拍摄的画面真的很漂亮，然后用这个屏幕看起来也非常的绚丽。所以我等一下我试一下用这个手机呢，前置这个前置摄像头来一个快速运动模式，我们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到底有没有镜头非常晃的看不清楚。让我们开始吧，我看你从哪里跑过去，那我就从这边跑一跑。Let's go。很久没有这个300米赛跑了，虽然你在视频当中看的很短，我告诉你，我跑的大概有1公里，结果旁边真的有好多人在看，他们会觉得我这个人是不是神经病一样。你看我这后面真的好多人，没关系，为了做测试，拼了！大家看了这个晃动的视频之后，会不会想吐呢？不知道你们想不想吐，反正我是想吐了。有鸟，有鸟！前面好多鸟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超多的鸟，其实不是鸟，是鹅。
为了给大家呢拍到非常漂亮的画面，比如说大自然，米哥今天真的是蛮拼的。为什么呢？因为纵然呢你看到这里非常非常美丽，很多鸟儿在这个广阔的土地上，可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满地都是大便，踩了一脚。接下来呢，测试一下三星手机是否防水。3、2、1，哎，不可能！为什么不想在这里测呢？不是因为它防水不好，是因为有点脏。OK， 换位置。Oh shit！ 成功了，佩服吧！啊，脚吧。下面看到的视频是纯出自 S7 Edge 4K 模式下的视频。为了保证这个视频观看质量呢，请大家调到最清晰度。然后，如果你在 YouTube 看的视频，调到 4K 模式；如果在其他网站看到的话，我希望你就调到最清晰就可以了。究竟它的 4K 能力如何？我们一起见分晓。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米哥特别喜欢三星 S7 Edge 这款手机的几个点。第一个，我觉得它功能非常贴心，就是它的屏幕常亮技术。因为在我的
日常生活当中呢，真的有很多次，我点开手机就是想看一下时间，但是它这个功能呢，解决了我很多需要打开手机的这个麻烦，真的是提供了相对来说一个小便捷。第二个让我非常喜欢的是，因为有的时候，当一个人用手机用太久的时候，它那耗电量真的特别快，我们真的很需要快充技术。2个小时之内呢，几乎能把电充满，而且是3800毫安的电池。这个快充技术呢，我觉得是非常赞的，因为真的有时候我需要充电快一些。当然，它还提供无线充电。最后一个让我非常有购买的冲动的一个理由是 Gear VR。这个米格在近期的使用当中呢，感觉到真的是给我们提供了非一般的体验。就是如果你以前没有使用过 VR 的话，你是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的。所以伴随着三星的新手机呢，加上 VR， 体验真的是达到了另外一个高度，我觉得蛮赞的。一款号称是2016年的三星旗舰，这款曲面屏呢，在我使用的这些天里，真的给我带来了跟以往使用 iPhone 不同的使用体验。对三星未来的一种发展趋势呢，米哥还是非常看好的，因为只有三星强大了，苹果才会日益强大。最后简单说一下侧面屏幕的一个功能。简单来讲，就是给大家提供了更多便捷的快捷方式，还有一些快捷功能，一些查看信息的一个功能。但是在我们平时使用这个手机的习惯来讲，真的有时候会忘记侧面还有这个功能，这是确实会发生的。但是还是米哥那句老话，人类的适应功能非常强大，适应能力我绝对看好。所以在日后趋势当中侧面的屏幕应用可能会被人类越来越得以接受。总之，我们为它鼓掌加油。总而言之，三星 S7 是一款非常漂亮、精致并且功能多样化的手机。至于它好不好，你看了之后，你心里是有一个概念的，对不对？真的非常偶尔的会把一部视频做到这么长，因为这个三星这款手机确实有太多的东西要讲，但是却讲不完。记得大家没事儿订阅我的频道，在这些天的拍摄过程当中呢，也觉得这款手机使用起来真的还是非常便利的。对于一个智能手机用户来说，我觉得这款手机你值得拥有，因为当你持握它的时候，你就握住了整个世界。粉丝的千呼万唤之后呢，我的天，OK，终于有时间了，可以推出一次，有点像吸尘器般的大手机。